如果你在 B 站搜过黄昏症候群，大概率刷到过博伟君的实况，60多万粉丝，同类视频里播放量相当亮眼。但就在最近，围绕他的翻译出现了一场争议，争议的另一方已经注销了账号，声音消失了。今天我们来把这件事儿从头捋一遍。先说游戏本身，黄昏症候群是1996年由 Human Entertainment 发售的日系校园恐怖 AVG， 全程日语无中文，连日文字幕都不完整。游戏以3位女高中生的怪谈探险为核心，是死印、本所、七不思议等一批同类游戏的重要源头，但在国内始终属于极冷门的小众作品。2021年12月23日，博伟君在 B 站发布了黄昏症候群系列第1期视频，系列合集名为深夜档黄昏症候群怪谈故事第1季，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播放量，也把这个冷圈推向了更多人的视野。然而热度带来的不只是新观众，一位深耕这个圈子多年，对游戏原文相当熟悉的 UP 主开始注意到博伟君翻译中存在的问题。我们来看具体例子。例一，探索篇 B 站2022年1月9日 YouTube 2022年1月10日7分48秒。原文准确含义：学姐，方向反了。争议点：称呼和方向提示均存在偏差。这是博伟君该系列第3期视频。同期视频中，博伟君自述做视频像炒菜，新标日教材还没拆封。先輩逆。这个大概是岸井美嘉的小声嘟囔。他刚才说那个先輩逆，可能是一种比较接地气的口头语气那种吧，是不是类似于中文的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我没学过日语，前几年买的新标日还没拆封呢。那么我做视频的风格从来都跟炒菜差不多，甭管西边的还是东边来的菜，到我这儿炒出来都是一股佐料味儿。因为没有那么强的天赋和光环，所以我翻译从来都是比较接中文的地气。毕竟母语承载着一个人的灵魂。好了，咱慢悠悠的来到了3楼。YouTube 评论区在视频发布当时，已有观众指出这处翻译问题。例2，究明篇第1期 Part 2 47分2秒。原文准确译文：前辈，就因为我稍微对其他女孩子花心了一下，你就在吃醋啊？博伟君译文：尤加里，你只是嫉妒我吧？争议点：原文逻辑是你因为我对别人好而吃醋，译文变成竞争性的嫉妒语气。同一角色从撒娇变成挑衅，性格方向发生偏移。例3，究明篇第1期 Part 2 53分43秒。原文准确译文：前辈，还是一如既往带着忧郁的那副表情，真是魅力四射呢。博伟君译文：你看你脸上那种典型的粗鲁的表情，一如既往的适合你的这个人设，尤加里。争议点：原文是美嘉在撩前辈，译文变成带讽刺意味的嘲讽。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背景。美嘉在游戏原作中的定位，根据初代脚本作家何西红的公开技术，是整部作品中最有力传达生之诉求的存在，也是另一位主角尤加里救赎之旅的重要一环。而在博伟君的视频里，他的形象是另一个方向的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这里只对具体译文与原文做对比展示，不对创作者的动机做判断。翻译问题其实早有人指出。2022年2月26日，有观众在评论区提醒博伟君，希望他在配音翻译时收敛一下对美嘉的嫌弃，因为评论区已经开始出现对美嘉的恶评，甚至庆贺她死亡的留言。博伟君在2022年2月26日回复道。同年，在 B 站2022年1月9日发布的探索篇里，博伟君自述做视频像炒菜，新标日教材还没拆封。这是他开始录制该系列后第3期视频时的自述，是公开说法，不是秘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例2和例3两处有问题的译文，出自时间比这条回复更晚的视频。也就是说，在已经有人提醒，本人也承认日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，这些译文依然出现了，且没有得到修正。博伟君回复原文：这个怪不到我吧，只是个别人的喜好因素，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，你是改变不了的。让每个人都有充分发表观点的空间，就是我视频的特点之一。话说，我对角色有过嫌弃吗？剧本本身就那样的。2023年7月25日，博伟君更新了该系列最后一期视频《黄昏症候群第2季都市传说怪谈究明篇》。此后，该系列再未更新。就在这期视频的 YouTube 页面下，有观众在29分50秒处留言补充了一段缺失的翻译，指出该处原文未被博伟君译出。这是该系列在 YouTube 的最后一期，说明直到最后一期仍有观众在指出翻译问题。
2024年12月，一位长期关注这个游戏的 UP 主开始在微博向博主匿名投稿，发出第一篇吐槽，系统整理了其认为存在的翻译问题和圈子生态影响。2025年3月，对方连续发出3次投稿，进一步展开论述。2025年5月，对方在 B 站发出了避雷视频，视频随后被删 ，B 站留有部分录屏存档。同月，其微博停止了更新。6月6日，对方在微博留言跑路了，此后 B 站账号注销。微博账号至今仍在，但未再更新。从现有信息来看，微博投稿与 B 站那位留言的 UP 主 IP 归属地一致，应为同一人。博伟君本人从始至终没有就这场争议公开说过一句话。在他近期更新的其他视频评论区，有人催更黄昏症候群，另有评论者回复称博伟君曾遭到私信攻击，这个说法来自评论区，未经当事人证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博伟君的微博最后一条文字更新停在2024年7月10日。是一条推荐科幻小说的内容，也就是说，在争议发酵的整个过程中，他的微博同样没有任何回应。这件事让我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：当一款游戏没有官方中文，观众对原文的理解完全依赖实况 UP 主时，翻译者应该承担多大的客观义务？实况允许细说，但这条线在哪里？提出质疑的那方已经离开了，声音消失了。这场争议目前只剩下一个方向的叙事。作为一个60多万粉丝的大鱼 P， 面对这种局面，沉默是一种选择，但它是否是应有的选择？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问出来。当观众无法直接接触原文时，对内容的理解往往依赖于实况中的转述，这种转述方式本身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观众对角色的认知。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，2023年7月，对方还在博伟君的视频下正常留言讨论游戏。但从2024年12月开始，对方在微博发出第一次投稿。2025年3月又连续发出3次吐槽投稿。同年5月，在 B 站发出避雷视频，随后视频被删，账号注销。从留言到避雷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？你觉得实况翻译应该有边界吗？这些问题我们下期再聊。